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和肖战会在一起吗？杨紫，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北京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。2002年开始学习表演，200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附中。2010年，杨紫在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小女儿赵美丽一角，受到观众喜爱。此后，她主演了《家有儿女2》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《蜀山战记》等多部电视剧，并先后获得了最佳新人、最佳女配角等多项荣誉。电视剧2016年，杨紫在电视剧《楚乔传》中饰演女主角楚乔，她深受观众喜爱，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。此后，她还主演了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我的前半生》《长安12时辰》等多部知名电视剧，展现了她出色的演技精湛，表演能力广泛，一见面就撒糖。肖战和杨紫刚刚拍摄了一部电视剧《余生，请多多指教》，但这部剧之后，感觉两位演员都开始为自己的余生出谋划策了。肖战和杨紫在一起绝对是疯了，他们是娱乐圈唯一在晚宴上撒糖最多的情侣。余生夫妇连续2年荣获微博大王、微博女王称号，即使2023年没有获奖，余生夫妇也在这个场合撒了糖。大家都知道，他们已经连续在一起3年了。杨紫和肖战是中国娱乐圈2位备受瞩目的明星，他们因在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中的出色表现而受到广泛关注。自从2人第一次合作以来，关于他们之间是否会发展关系的猜测就从未停止过。然而，确定他们是否会在一起是一项复杂的任务，因为明星的个人生活往往充满隐私和猜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，杨紫和肖战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。虽然他们有时会在社交媒体上互动，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在恋爱。明星之间的互动可能是为了宣传剧集，也可能只是友好的合作伙伴。此外，娱乐圈充斥着各种谣言和猜测，很难确定哪些是真实新闻，哪些是纯粹的猜测。明星之间最终是否在一起的选择往往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。杨紫和肖战都是成年人，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感情生活。他们的选择可能受到家庭、职业和个人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无论他们最终选择什么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。总之，杨紫和肖战会不会在一起还是个未知数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答案。媒体和粉丝可以继续关注他们的动态，但最终的决定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。无论他们的爱情生活如何发展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个人选择。杨紫和肖战都是备受尊敬的演员，他们的关系仍然是个谜。他们可能会选择保持低调，或将自己的爱情生活保密，以避免媒体过度关注和干扰。在娱乐圈中，明星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曝光度，因此他们可能更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保持得更加私密。此外，杨紫和肖战都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，以确保他们继续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工作。对于名人来说，爱情生活和事业之间的平衡往往是一个挑战，因为他们可能更关注职业成功。最重要的是，杨紫和肖战的感情生活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。无论他们最终选择在一起还是分开，我们作为观众和粉丝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，并支持他们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的努力。他们的选择将决定未来的走向，我们只能一边等待他们的消息，一边继续欣赏他们在影视作品中的表演。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无论是感情生活还是事业。当谈到名人的个人生活时，信息往往是有限的。杨紫和肖战可能会选择低调处理恋情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事情公开，媒体和粉丝的压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影响。另一方面，明星的爱情生活往往是一个动态的领域，事情会发展和变化。他们未来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但这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感受和当前的生活情况。总之，杨紫和肖战是否会在一起，未来的走向都是未知数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答案。媒体和粉丝可以继续关注他们的动态，但最终的决定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。无论他们的感情生活如何发展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个人选择，并希望他们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幸福和成功。
杨紫是否出演《倾国倾城》引发热议，她的选择将决定未来。网上盛传杨紫将出演电视剧《倾国倾城》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。作为女主角，杨紫的每部作品都备受关注。不过，不少粉丝对此传闻表示失望，认为杨紫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规划，不能继续在古偶圈里徘徊。本文将探讨杨紫的演技、选择以及未来的发展。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演员，杨紫凭借多部热播剧已经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人物。从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到《亲爱的热爱的》，再到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，每部作品都展现了她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。网上最新消息显示，杨紫将出演电影《国民丽人》，朱亚文主演。有粉丝对此消息表示期待，认为这是一次新鲜的尝试。不过，不少粉丝表示失望，认为杨紫不应该再出演古偶剧了。这几年，杨紫出演了很多古装剧，比如《青云志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等作品。虽然这些剧让她名声大噪，但过度依赖古偶市场也让她的演技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和提升。事实上，古偶剧虽然曝光度和流量都很高，但往往缺乏含金量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红明星的作品频频上热搜，观众们也对这些作品的演技和剧情展开了讨论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讨论往往会迷失在新的热门话题中。因此，对于想要在演艺事业上取得长足进步的演员来说，不能仅仅依靠古偶市场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。出道以来，她出演了多部古偶剧。当你老了，是时候改变了。与另外3位当红明星赵丽颖、杨幂、刘亦菲相比，杨紫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赵丽颖和刘亦菲都在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，而杨幂则逐渐将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幕后和商业领域。这表明他们都意识到转型对于职业发展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选择。有些人想成为艺术家，所以精益求精，不断寻求突破，磨练演技；有些人一辈子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演员，永远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拒绝倾听外界的声音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应该知道自己的定位和目标。如果她想成为一名好演员，就应该勇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杨紫未来的作品吧。无论她选择出演哪部作品，我们都希望她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潜力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杨紫的选择和未来的发展吧。前面有赵丽颖，后面有杨紫，美女中的诚意又进入了另一个怪圈。盛夏酷暑，各大平台的古装剧纷纷上演，掀起热潮。近日，由白敬亭、宋轶主演的《长风渡》开播，引起观众热烈反响。他们的眼神交流和甜蜜的对手戏，给人一种真正的 CP 感。随后，热巴、龚俊主演的《安乐传奇》空降而来，给观众带来了惊喜。俊男美女的组合令人惊叹，简直就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组合。与此同时，《长相思》和《莲花坞》几乎同时上市，让人充满期待。曾经的沉香夫妇能否在夏天再次创造传奇？如果没有杨紫的加持，诚意还能继续吸引观众的关注吗？莲花塔开播时，观众充满期待，预定人数已突破400万。然而，在这之后首播，观众对男主角程毅的吐槽不断。程毅配音含糊不清，张不开嘴。原本预告片由知名配音演员杰达配音，让观众充满期待。然而，一开播，让观众失望的却是程毅自己的声音。虽然程毅在剧中的打斗场面和演技都相当可圈可点，但他的台词功力还需要加强和提高。这其实并不是程毅第一次因为配音问题而被观众吐槽。不过，程毅的粉丝们却未必这么认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。他们说，我读了2遍原声，哭得无法理解，程毅老师，这是我对他的尊称。这样的夸奖让人想笑，仿佛程毅被封杀了大师一样。剧中病危那场，程毅的台词好看吗？有人说他的台词差，技术弱，而粉丝则说程毅的配音充满了耐心的气息。然而，无名之辈中的任素汐却是一个反例，她气虚的样子不像是病人。从纯粹的演技来看，程毅没有太大问题，但配音确实需要改进。看看其他演员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台词。然而，他们的粉丝却对此事保持沉默。
或许是因为这些演员的粉丝太强大了，没有人敢轻易得罪他们。一个基本功扎实的演员可能会用力过度，但有些粉丝，比如给这篇作文打5分的小学同学，认为40分太好了。为了自己的偶像，他们更愿意把配音演员的罪责推到别人身上，这样似乎更容易应对。然而，这种方法只会惹恼健美运动员。谁愿意和没有力气推轮椅的人竞争呢？力量太强还是太弱，对于个体演员来说都是一个问题，双方都有改进的空间。然后就是程毅的外貌问题，他与杨紫搭档沉香如薯片，上演童话般的浪漫。粉丝常说他的演技独特，让人想起梁家辉。对于6届战神这样一个战斗力有天花板，又是人形战力值输出机的角色来说，程毅的身材确实不太适合。战神应该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强大的形象，就像二郎神杨戬一样，一出现就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。论武力值，他无愧第1的称号。程毅出现的时候，一点威严感都没有，相反，他看上去就像是白白杀了一只鸡。他肩窄头大，活像一个被塞进小花盆里的大萝卜。严格来说，根据类似角度的精确计算，程毅的头身比例为1:2.88，与巩汉林的1:2.72接近。看得出来，他天生的身材并不好，站在陈晓的旁边，明显有很大的差距。虽然他在剧中是无数小仙女仰慕的对象，但就连背影看他都让人兴奋不已。不过他在戏里经常弯腰，这能叫一个人千面吗？程毅的颜值问题也体现在他的眼神上，与他的脸相比，他的眼睛有点小，两侧也太空白了，这样就显得头更大了。化妆师还给他画了眉毛，但是这样的处理并没有让人感觉精神抖擞。古装剧的重点是和谐，一般情况下，眉毛尾端应该画在眼尾和鼻翼的延长线上，然而程毅的眉毛却直接画到了太阳穴上，眼睛缺乏立体感，没有古天乐天生的眼尾沟，他的眼睛看起来扁平，眼线画的眼线和眼睛部融为一体。另外，也有人尝试过长眉小眼的组合，比如阿拉蕾中的酸梅超人，但这样的表情在他身上就显得别扭了。程毅的五官也缺乏亮点，包括经常被大家嘲笑的撅着嘴，好像在吹口哨。他原本的唇形较大，边缘好看，但上下交错的嘴唇让他的嘴巴变得不完整，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画面。虽然一个角色的外表和气场可以适合阴险或倒霉的角色，但程毅不具备这样的品质。至于程毅的演技，我只能说有一些，但不多。他在《琉璃》中饰演终极舔领者，与女主角有许多前世今生。虽然剧情不太好理解，不得不承认这个角色很符合他的形象。而且当时他的皮肤状态很好，脸上还残留着一些胶原蛋白。然而在《沉香如薯片》中，他才32岁，但眼睛却已经凹陷下去，脸上深深的法令纹和泪沟也无法掩盖。这种状态并不理想。游子粉表示，30岁是出演偶像剧的好年龄，但这种说法并不适合程毅和杨紫。杨紫也在直播中表示，《长相思》不是偶像剧，但这个定义可能有点偏颇。《沉香如薯片》是一部历史剧吗？总体而言，程毅从恐怖片配角到主角的一步步过程令人鼓舞。从《琉璃》开始，他就已经拥有了一批稳定的剧迷，尽管他并不是娱乐圈最帅的帅哥。他能够吸引这么多粉丝，大概是因为他饰演的角色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，所以他成为流量小生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对于莲花塔来说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。不过他的台词功、颜值、演技都缺一不可。至于能否达到什么高度，还需要看效果。程毅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期待他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